上一讲我们依据解深密经构建了佛陀教法的体系。我们这一次学习的金刚经属于般若经，在这个佛法的完整体系当中，般若经属于大乘佛法，属于大乘佛法按解深密经判教的20教法。那么我们这一次课程下边就是专注于讨论20教法，也就是在般若经当中，佛陀是怎么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的世界。佛陀在解构了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之后，佛陀的20教法般若经，佛陀是怎么样的引领着我们去向真实的这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首先重头戏是解构。20教法般若经，佛陀是怎么解构我们的？那么印度佛教论师龙树先生提示我们，其实佛陀在20教法当中所构建的解构模式是2谛，两条道理，一条叫世俗谛，一条叫圣义谛。佛陀就是建立这样一个2谛的模式来解构我们。什么是世俗谛？世俗谛就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他首先要随顺众生，要向我们凡夫妥协，迁就凡夫，这样才能跟我们凡夫有接口。那么这种随顺众生而建立的道理就叫世俗谛。那么佛陀每建立一个世俗谛，他都还要依据这个世俗谛引申出一个佛陀作为智者在这个层次上的一个智者的理解，这就是圣义谛。那么就每这一重2谛，或者说这一组2谛，世俗谛、圣义谛而言，那么世俗谛所表征的法都是相对于这个圣义谛所表征法的假象。而在每一组2谛当中，圣义谛都比世俗谛更趋向真实，所以圣义谛是随顺真实。这是佛陀在20教法当中所建立的解构模式。我们上一节课还讨论了，我们效仿古德，效仿印度的论师跟中国的三论宗的论师，我们要建立4重2谛，就是4组世俗谛、圣义谛、世俗谛、圣义谛，建立4组4重2谛。那么要把我们凡夫境界自以为的真实解构掉，用4重2谛的模式来解构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下边我们就看佛陀是怎么样解构的。我们建立第1重2谛，也叫做第1组2谛。那么第1重2谛的世俗谛是什么？我想第1重2谛的世俗谛应该是佛陀向我们这些凡夫做了最彻底的妥协而建立的道理。那么这个最彻底的妥协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其实莫过于就是我们凡夫境界，我们自以为的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比如说我眼前的这张桌子，这张木头桌子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佛陀老人家最后要想告诉我们的是，这张桌子虽然你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但是它其实是如梦境一般的存在，并不真实。但是佛陀老人家度化我们的时候，这样的道理不能直说，因为我们凡夫不接受。所以在这第1重2谛的世俗谛，佛陀老人家向我们彻底的妥协了。佛陀为了度化我们，他老人家姑且暂时承认了我们凡夫境界上的所谓存在的真实性。比如说这张桌子存在吗？
那么他老人家为了度化我们，姑且承认了这张桌子的存在。那么承认这张桌子的存在的见解，我们佛教就把它表达为实有。实就是实在的实，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实有就是真实的存在。由于我们凡夫认为这张桌子是存在的，佛陀为了度化我们，他老人家姑且承认了这张桌子的存在，向我们彻底妥协了。这就是第一重二谛的世俗谛，实有。那么如果世俗谛是实有，圣义谛是什么？那么佛陀是向我们妥协了，承认了这张桌子的存在。但是佛陀说，我毕竟是智者，我为了度化你们，今天姑且承认了这张桌子的存在，但是在我智者的心中，我所理解的这张桌子的存在，恐怕跟你凡夫所理解的这张桌子的存在还得有点差别。那么佛陀说，我可以在世俗谛上承认这张桌子的存在实有，但是在圣义谛上，我想要告诉你们凡夫，其实在我智者的心中，这张桌子的所谓的存在，它不过是个原生性的存在。如果世俗谛是实有，圣义谛就是原生。缘就是我们两个人很有缘分的那个缘，生就是产生的生，缘生。也就是佛陀说，我在世俗谛上承认了这张桌子的存在，但是在圣义谛上，我要告诉你，这张桌子是原生。各位，什么是原生？缘这个字，如果你非要让我在现代汉语当中再找一个词来解释一下缘，那我找哪个词？我找条件这个词。所谓缘生，就是这个事物的所谓的存在，它不过是种种的条件的聚合而产生的临时的松散性的存在。也就是佛陀在世俗谛上承认了这张桌子的存在，但是在圣义谛上，佛陀要告诉我们，这张所谓的桌子的存在，它不过是种种的条件缘的临时的聚合而生起的一个松散性的存在，这就叫原生性的存在。说的通俗点，那就是佛陀认为这张桌子的存在是因种种条件的聚合而存在的，也就是桌子的存在需要条件。各位，这一点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好不好理解？可以接受。比如说这张桌子此时此刻在我面前存在着，难道不需要条件吗？需要条件的。需要什么条件？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这张桌子是一张典型的木头桌子，大家想一想，一张木头桌子，如果这个世界上从来压根儿就没有过植物这种东西，会有木头桌子吗？不会的。那么也就是植物的存在与生长是有木头桌子的条件缘。那植物在这世界上是不是不需要条件，它平白无故就可以在这儿存在呢？不是的，植物的存在还需要很多条件。哪些条件？比如说最基本的条件，我们过去上生物课都学到的，需要种子、土壤、水分、阳光。那么种子、土壤、水分、阳光是植物存在与生长的条件，那其实也就是有这张木头桌子的条件缘。那是不是有了种子、土壤、水分、阳光，有了植物的生长，这就有桌子了吗？不是的，中间还差很多条件呢。比如说得有伐木工人，得有伐木工具，得有伐木工人拿着伐木工具在山里边伐木这件事儿。伐木工人的存在，伐木工具的存在，跟伐木工人拿着伐木工具到山里去伐木头这个事儿的存在，也使我有这张木头桌子的条件缘。那是不是伐木工人在山里一伐了木头，我这里马上就有桌子了呢？不是的，中间还差很多条件。比如说还得有运输工人，还得有运输工具，还得有运输工人开着运输工具把木头从山里运出来，这都是条件
圆。没有这些条件，不会有这张桌子。那是不是把木头从山里运出来之后，马上就会有这张桌子呢？不是的，还差好多条件呢。比如说，人得需要桌子，需要也是条件，圆。正是因为人有了需要，才会有人去设计桌子，依据人的需要。那么设计也是条件，圆。那么是不是设计了桌子就有桌子了呢？不是，还得有木工师傅依据设计师的设计，把山里运出的木材制作成这张桌子。制作也是条件，也是圆。那是不是一制作桌子，我的书房里马上就会有桌子呢？不是的，还得我有钱，花钱买来这张桌子，还得有工人把这张桌子运到我的家里，摆到我的书房。所以大家想一想，从种子、土壤、水分、阳光，到植物的生长，到伐木工人、伐木工具，运输工人、运输工具，到人的需要，到设计，到制作，到花钱买，到搬运，缺了哪个条件，这张桌子会此时此刻在我的书房里存在着吗？不会的。那佛陀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张桌子此时此刻在我的书房这里存在着，它不过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只是举了几个非常明显的条件，圆。其实大家想一想，这张桌子此时此刻在我这里存在着，需要的条件还多不多？还很多，恐怕我们坐在这里说上3天3夜都说不完。那佛陀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张桌子此时此刻在我们眼前存在着，其实就是我们坐在这里说上3天3夜都说不完的那些种种的条件，那些圆的临时的聚合而生起的存在。没了这些条件，没这些圆，不会有这张桌子的存在。这张桌子的存在就是这些条件的组合的存在。所以佛陀说这张桌子是原生的。这段话我表达清楚了吧？那这张桌子在佛陀看来是原生的，那这把椅子呢？原生的。那这幢房子呢？原生的。那北京市呢？原生的。中国呢？原生的。地球呢？原生的。太阳系原生的。只要在我们凡夫境界上，我们非要让佛陀承认有什么物质的存在的话，佛陀说我姑且可以承认这个物质的存在，但是在圣义地上，佛陀说在我这个智者的心中，这一切物质的存在其实都不过是种种的条件的临时的聚合而生起的存在，只是原生的存在。那物质的存在是原生的，那精神的存在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一段感情，一个眼神，人的这些精神活动，在佛陀看来如何？佛陀说依然是原生的。那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呢？比如说人类所构建的一切的理论、思想、主义、学说、文化，那佛陀说依然还是原生的。也就是在我们凡夫境界上，你非要让佛陀承认有什么是存在的话，这个存在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理论的，佛陀可以姑且承认它的存在，但佛陀说这一切的存在在我这个智者的看来，不过都是种种的条件的临时的组合的存在，原生的存在。那有人说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条件，需要缘，那些条件那些缘又如何？佛陀说那些缘依然还是原生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讲，佛陀是个彻底的原生主义者。这就是第一重二谛。大家想想，佛陀在这第一重二谛当中，他想干什么？其实已然开始了解构。原生就是解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凡夫认定一个事物是存在的时候，在我们凡夫的心中，这个存在是个坚固性的存在。什么叫坚固性的存在？表现在2方面。第一，就是在时间上的不变性；第二，就是在空间上的存在的独立性。比如说，我说这张桌子是存在的，其实就是在我的心中，我认为这张桌子具有不变性。
我现在看它是这张桌子，我闭上眼再睁眼看，在我心中我认为就是前一眼所看到的桌子，没变。我今天看到这张桌子在我的房间里，我明天再走进这个房间，我依然看到了一张桌子，我认定就是昨天那张桌子，没变。这种不变性才使得我们认定这张桌子是存在的。第二，它的独立性，也就是我之所以认定这张桌子是存在的，一定是在我的心中，我可以认定这张桌子不是那张桌子，这张桌子不是这把椅子，它一定有独立于其他存在的这个相对独立性。如果在我的心中我无法分辨这两张桌子，无法分辨出这张桌子与这张椅子的独立存在性，我们就不好认定这张桌子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反复认定一个事物是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就是默认了这个事物的不变性跟独立性。而这第一重二谛就是在解构这个不变性。原生，圣义谛的原生，它可以产生一个推论，就是无常。常就是那个经常的那个常字，常在佛教里就是不变的意思，无常就是没有不变的，总是在变化着的。那么佛陀说，在世俗谛上我可以承认这张桌子的存在实有，但是在圣义谛上，在我这个智者的心中，这张所谓的桌子不过是原生性的，也就是它不过是种种的条件的临时聚合而生起的这么个松散性的存在。那就意味着原生这张桌子的这些种种的条件，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件的一丁点的变化，都意味着这张桌子变了。因此原生性的一个重要的推论就是无常，也就是佛陀认为这张桌子是原生的，因此佛陀认为这张桌子其实刹那都是变化着的，它不可能不变。在你凡夫心中，你认为这张桌子没变，就是你的糊涂，你的无明所障。那么在大乘佛法当中，对于无常有个非常精彩的解释，8个字，叫做当生即灭，灭不待因，待是等待的待，因是原因的因，当生即灭。佛陀说原生的事物，当然如果你认为它是存在，它要产生，但它是原生，它要等待种种条件的聚合。一旦条件聚合了，这个事物产生了，但是原生事物的特点是当生即灭，就在种种条件聚合那一刹那它产生了，就在产生的同时，其实这个事物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已然灭了。灭不待因，灭是不需要等待原因的。这个事物的存在需要种种条件的聚合，条件一聚合它产生了，但是他说我灭的条件还不成熟，我待一会儿再灭，我待一会儿再灭，你待这一会儿就是不变。佛陀说 no， 我是智者，我看到了你们凡夫境界上的一切的存在是没有这个不变性的，刹那都是变化着的。所以原生的推论就是无常，那么无常就是在解构着我们凡夫对凡夫境界上的存在的那种时间的不变性，